大家好，这里是大妈节目是大妈的多重宇宙，祝大家生生不息，繁荣昌盛。今天继续读邱元老师的《乱世迷音》，将近700页。上次我们读到了259页今天继续精彩的通读。对，其实就是笔者在本书中重复最多的一个词——江湖。在其内部还具体分成江湖、海湖和海清3个门道。受篇幅所限，也为了让文字有精亮活泼的代入感，方便诸位理解，笔者借用大众很熟悉的古典名著《水浒传》里的人物，描述一个大致的轮廓框架，让诸位对其基本关系有简单粗糙的了解。故事就从闹江州劫法场白龙庙小聚义之后开始讲起。宋江被祝好汉从刑场救下来，护送回梁山，从此正式落草为寇。除了晁盖当年劫生正刚的老班底，现在又有揭阳岭山贼和浔阳江船匪两彪人马入伙，水泊梁山，添丁进口，一时热闹非凡。好的方面呢是人多气势壮，梁山已是远近闻名的草寇；坏的方面是一下多出来这么多些人，山寨各项开销就大了，入不敷出，早晚坐吃山空。于是祝好汉凑在聚义堂商议如何开源节流，期间就有人提到了范思言。一听到范思言3个字，好汉们眼里烁烁发光，一个个跃跃欲试。这边厢三阮刘唐一伙叫嚣欢呼，咱兄弟连申正刚都劫得了，倒腾思言又算得了什么？小菜一碟。那边厢混江楼李俊不让出风头，这主意忒得不差。咱和同威同猛原先就是扬子江上范思言的艄公，熟门熟道，老本行嘞。公明哥哥，就把这桩事交给咱们兄弟吧。曹天王虽然胆气豪爽，却是个心机不细密、看不长远的草莽英雄。一看弟兄们这般聒噪呐喊、群情激荡的场面，自己也颇受感染，热血灌顶，亢奋起来。他刚要站起来拍胸脯给大家表个态度，忽听得坐在左侧交椅的宋江梦声梦气咳嗽2下，在下手位坐的吴用端起碗喝了2口茶，两人都是一副置身事外无动于衷的神情。晁盖知道二人必然有些不便明说的隐情，他本来早就想说好，咱们就这么干了，嚼在唇齿之间，预备喷薄而出，现在只好强忍下来，改口道：诸位莫要急切，且容我与宋江兄弟再做商议，从长计议。好汉们正在兴头上，未料曹天王做事也忒小女子状，扭捏起来，众人好似被劈头浇下一桶凉汤，有心就在厅前追问，又怕驳了各自的面皮，讨个没趣，只好胡乱吃几针冷酒，撇了杯碗，做鸟兽散了。就在当晚，宋江以饮酒小酌的名义，将晁盖和吴用请到自己宅舍，3个人关起门来，围着桌子头碰头的商量事儿。只见屋内烛火扑闪，将3人的影像映在窗户纸上。宋江探身前俯，握着筷子的手频频往晁盖碗中夹菜，时不时在空中挥舞笔画，似是慷慨陈言。晁盖最初默不作声，渐渐又有了反应，时而击掌，时而点头，听到欢悦之处，居然还笑得前仰后合，连连喊好。吴用则举着酒壶，不停地往2位的杯中斟酒。晁盖哥哥若能依小可这番筹谋，必能为兄弟们再添一套富贵。宋江兄弟果然不枉得好筹谋，言之极当，端的是条妙计。2位哥哥何必如此客道？来，买上，干！没人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跟随同的小喽啰描述，当月上梢头，酒宴散时，来时还是一脸困惑的晁盖，已经是面色红润，喜气浮样了。想必这顿酒菜吃得甚是舒心痛快。次日晨明，断金亭前3通鼓响，一支响箭直刺天穹。众人知道这是山寨头领有大事吩咐，再到聚义厅会头。晁盖、宋江2位头领
并军师吴用早已在3把交椅上坐了。晁盖起身招呼诸人：“宋江兄弟昨晚邀我小酌，一番话说得我茅塞顿开。我等商议已定，就做这4言生意，再为兄弟们取一套富贵。宋江兄弟果然使得好心窍，已然筹谋妥了。今天就当着大家的面公说明讲，一一述清，和大家敞亮答话。”有了晁盖开场白，宋江直入正题：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凡事都要先立规矩。犯4言，说到底这是门生意，除了犯王法与普通生意别无二致。因此首先要做的是和诸位讲清楚里面的厉害。既然大家合伙，那就要人人沾股，个个有份。打今天开始，山寨里设账房，请吴用先生管账。每位兄弟在这门生意里吃几股几厘几毫，皆撰写于簿册啊。这么做好处成双：第一是每个人都带股在分，心就齐了，有劲儿能往一处使；第二是每个人有几股几分，黑纸白字写得一清二楚。要做咱们就做明白生意，不做糊涂生意，把账交代真切，兄弟们才不会为此身心嫌弃。小李广花荣忽然插口：“俗话说，亲朋道义因财施，父子情怀为利修。只怕有人小家子肚肠，被阿赌物迷了眼，就为争那2毫3毫2厘5分半毛的，再伤了兄弟和气。”宋江举起手一挥，笑道：“花荣兄弟多虑了，概不方是。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来利往，斤斤计较，睚眦必较，本就是凡间俗人常理。今天把兄弟们换来，为的就是敞开天窗说亮话。各位都惦记多少股份，各自还有什么要求，一律不要捂着掖着，都对我宋江讲通透。出力多的自然多劳多得，多分股；出力少的咱也能论功行赏，秉公照顾，绝不亏待。咱今天当面锣对面鼓，把个人利益全协商好，每个人股份都定下来。钱财面前不嫌真小人，但防伪君子。各位兄弟就算是唠叨多些丑话怪话风凉话，也不怕你今天当着面对我直说，就怕你今天碍着情面憋着不说，日后牢骚乱语。”阮小二立在阶下听得仔细，哥哥所言俱是在情在理。我等粗汉虽不通文墨，绝不是不晓事理的人。只要哥哥把道理讲在前，规矩立在先，公事公办，便不伤和气。我等水里去，火里去，愿效死力。只是他叹声凑上一步：“这言哥哥打算翻印至何处呢？”“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等出设此道，先要寻个稳妥，尽便去处。思来想去，只有昏城最恰。莫不是哥哥当初曾做押司的昏城？”“正是。”赤发鬼刘唐大咧咧起身：“嘿，我还以为是什么屌远的范茂去处，这昏城我等兄弟哪个不知？当初晁盖哥哥叫我发了书信并一包金银下山答谢公明哥哥，我也去走过1、2遭嘞。若依我说，就让我等再扮作饭早商贩，推了江州车，把盐夹溺其中，到浑城卖与百姓便是。这次就不劳烦刘唐兄弟下山了。”晁盖捋了捋胡子：“我与宋江兄弟已在昏城里物色了3副海清。”刘唐一脸疑惑：“海清哪3个？”“那就是浑城知县石文林，还有朱全、雷横2位步马军都头。”晁盖此话一出，聚义厅里已经人声嚣噪。揭阳岭山贼和浔阳江船匪两彪，一个个咬牙切齿，面上都是愤愤不平之色。黑旋风李逵索性跳上桌子：“为何找做官的？赵家的狗官尽是些鸟人，没一个好东西。黑爷爷只恨杀的还少嘞。”说着便要砸磨2把板斧，范性已被吴用先想藏了起来。宋江喝骂：“这黑厮忒无礼，使得小孩性兀自在厅上撒野，还不快给我滚出去！”一直没说话的林冲终于忍不住，先犹豫抬起头与晁盖对视一眼。他看到晁盖微微点头，才站起身，拱手一击：“2位哥哥，小可只是个耍些枪棒的匹夫，无志无学，有几句语言，不知当讲不当讲。”林冲兄弟这是哪里话？但讲无妨。
我在东京做教头，与那高太尉并无什么冤仇，却被他生事构陷，受了一场官司，刺配冲军。这厮又遣贼人烧了草料场，欲害我性命。我等兄弟哪个与赵官家不是血海深仇？如今二位哥哥却要与浑城的官衙通啊，这官家工人如何靠得住？曹盖起身还礼，连城兄弟坦荡胸怀，都是肺腑之言。只是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那浑城的10知县并朱雷2都头，虽是做赵家的官，却能与我等梁山好汉一副口鼻，气息相通。宋江接过话茬：昔日我杀了那贱人婆媳，犯下了命案官司，阎婆和奸夫张文远不依不饶，定要治我死罪。多亏知县大人并2都头与我有旧情，念故开脱，寻避宋江。贤弟，您又何尝不识我等兄弟的大恩人？昔日生正刚事发，冀州知府差官军缉捕我等7人，多亏贤弟担了干系，舍这条性命送来报之我等的。区小事，曹盖哥哥莫要再提了。见厅里众人不再作声，吴用赶紧往下交代。既然如此，这事就这么定了。这贩盐的价钱，2位头领与我也在昨晚商定。浑城内官价是7块8毛6，咱们的私盐就卖6块。咱们梁山好汉与浑城知县并朱雷2都头对半分账，利益均分。矮脚虎王英讥笑起来，苦也。我说无学究，2位头领举你做管账，实是错看了人。你这账算得一不清二不白。我来问你，盐是我们梁山自己起造兼制，对不？对半分账就是各自3块，咱这3块还要刨去1块本钱。浑城知县那3块就是白得的，分明我们只赚得2块，人家白得3块，你怎么能说均分呢？吴用不慌不忙，从容作答。王英兄弟身为草莽中人，难道忘了依草附木的道理？我等既然在梁山落草，已是没身份的人，浑城知县若却是有身份的人，还是身在宫门的官家人，我等草寇若想取这套富贵，只能依草附木而生，多让给知县1块，与他做个顺水人情，卖他这个身份。有了10知县寻避，在浑城地面上，自然有官家人为我等张伞舞弊，省去我们多大的心思。这个账你可曾算过？这3块钱也不尽落在知县的河囊。宋江站起身，踱到王英身边，这盐还要让朱全、雷横2位都头亲自押运，我已派人与他们商量妥了。每月初1、15夜半4更前后，他人以巡验缉盗为名，各带军卒10人，与我等在李家道口接应，把盐与他当面交割。他是县里的官军，无人敢拦阻查问。2位都头并20个军卒，虽与我旧交深厚，又有哪一个是肯平白做事的？我等兄弟都在这套富贵里，在股在分。10知县与都头官军也要办黑差，分号供。话虽讲的不同，道理却是一样的。宋江话音刚落，几位好汉已是按耐不住，站起身，齐刷刷发问：哥哥让官军押运，那还要我等做甚？朱全、雷横只押送后半程路，前半程路还要劳烦各位兄弟下山辛苦几趟。我已将这程6细分作6站，各位兄弟各有各差遣，请看。宋江转身一挥手，早就等候的吴用抖开挂在聚义厅后壁的轴卷，一幅画在绢布上的地图呈现在好汉面前。第1站只消半日行程，由朱贵操办。私盐从我梁山金沙滩装船，荡过水泊，舍舟登岸，先藏在你山下酒店的地窖中。第2站需3日行程，由杜迁、宋万2人操办。你等带上20个行事慎重的心腹兄弟，明天一早5更动身，将朱贵酒店中的盐装上20条担子，扮作行货的客商模样，取汉路径直头北走，过寿张阳谷县地界，运至沧州野猪岭。第3站亦需3日行程，由穆春、穆弘操办。你2人在野猪岭接应杜迁、宋万，再将20条担子送至沧州横海郡柴进庄上。我与柴进交后，这里有一封书信，你们带在身上，当面进呈与他。
他必能容留你等。这柴大人便是一个硬顶的海卿，他是大周皇帝嫡派子孙，有太祖皇帝御赐的丹书铁卷，专一结识天下好汉，救助遭配的人，任他捕盗的官军一概不敢正眼瞧着。第4战需4日行程，由张衡、张顺、花荣、王英4人操办。从柴大人庄上取了担子，扮作打鱼的船家，取黄金水向东南投青州地界走，将20条担子分作2份，一份藏在花荣的清风寨子里，一份藏在王英的清风山上。第5站由李俊、童威、童猛与孔明、孔亮操办。李俊、童威、童猛取清风寨那4条带子，10条担子走水路至景阳冈。孔明、孔亮取清风山那10条担子走旱路至景阳冈。你们2路人马在此会合。第6站，刘唐、三阮等人扮作后郎，在景阳冈接应，取道西南，路上行2夜1日，于第2日夜半思京，在李家道口与朱权、雷横2位都头接应。你等要假意被他拿获，就说是道不清来历的外客，疑是贼人，要解送到县衙内仔细拷问，凭此掩人耳目。过几日挨过风头，再让你等换作官军打扮，一同巡夜，带出县城，悄悄纵你等走脱。王英一边仔细听，一边捻着手指掐算。公明哥哥，休怪小弟言辞刻薄，莫不是哥哥昨晚这顿酒喝得冲头，身上着风寒，害了热病，如此满口胡言了？那浑城就在我梁山西南，只需走上半日便到，奈何绕弯子绕他几个县也就罢了，为何越城走线绕了老大一个圈子？一直在旁边看着的李俊笑道：“兄弟，我原来是扬子江上范思言的艄公，我来打你就是了。浑城的确在我梁山西南走上半日便到，但兔子不啃窝边草的道理你倒也忘了。本地产本地销，分明是给官府破案提供方便。我等做的是不守王法的一票生意，务必以小心行得万年船为要务，潜身伪装，隐秘而行，是为了不漏风声。至于这越州走线，是给官府跨州执法制造麻烦的。跨州执法，对，跨州执法。李俊越说越兴奋，干脆抬起条腿，把脚踩在椅子上。王英，你不是喜欢算数吗？我来问问你，自从咱江州劫法场救下公明哥哥和戴宗戴院长，到如今隔了多少时日了？只有1个半月了吧？我等在江州折腾出这么大的祸事，为何隔了这么久，朝廷还不派大军围了梁山水泊，剿捕我等草寇呢？这个嘛，李俊突然提高调门，双眼圆瞪，对着王英大吼：“告诉你吧，朝廷早已在调拨各路人马军兵，不是就要来剿捕我梁山。王英，你死到临头了！”此话一出，好似平地上炸起一声惊雷，聚义厅顿时鸦雀无声，好汉们面面相觑，一个个处在原地怔住了。李俊面皮上却忽然转怒为笑，推了一把呆若木鸡的王俊：“怎么这2句话就把你吓住了？你放心，就从今日算起，到朝廷大军杀到梁山脚下的那一天，少说还要再耗上2个月。王英兄弟，你还能快活上几十天呢，说不定你连压寨夫人都娶上山了。”好汉们都听出李俊方才说的是玩笑话，这才纷纷松下一口气。官府衙门就是冗职杂垢，拖沓敷衍，无论大事小事，一概是急呈报，层层批转，繁文如揭，颇多。负坠悬究极甚。我等到江中，菜酒知府先写好奏表，差人赴京申奏，这就要耗上10天。蔡太师奏请赵家天子们商议对策，又要耗上10天。若是一而不决，又不知还要耽搁多少日子。之后枢密院差人发射往冀州、青州知府各辖县宣谕，探查我梁山境况，差人查明，再回报朝廷，奏明赵家天子，朝廷先议后决，再行。至于调拨围剿官军，还需于殿帅府压下牒文。枢密院差派往各州宣调兵马，这重重关节，哪一道都绕不开，省不了。1个半月能办下来，就已经算快的了。宋江耐心说：“我等故意绕州走线，绕圈子，官军就算发现踪迹，也拿我们没办法。倘若寿张县的捕头
探知杜迁、宋万扮演的客商走到本县境内，他需先深奏知县，领了台旨，才能提点本县衙役设卡张网巡捕，这中间便要耽搁10日。杜迁、宋万趁机急走，已经身在阳谷县。寿张县的捕头衙役无权在阳谷县地界上办案，需先呈报冀州知府，冀州知府拟了公文，再差人招洛阳谷县，这中间耽搁的10日更长。等到寿张、阳谷2县官军联合执法大队展开合作清剿行动时，杜迁、宋万已经窜至开德府濮阳县了。寿张、阳谷是在冀州县辖下，2县官军联合执法大队更无权在开德府办案。若想跨州执法，须呈济州知府，济州知府再申奏朝廷，于殿帅府拟了牒文招，书面差人往开德府下了公文，开德府知府再将公文着落濮阳县。等到寿张、阳谷、濮阳3县官军联合执法大队展开合作清剿行动，杜迁、宋万早就窜至河北大名府了。王英一拍脑门，哎呀，乱糟糟的，理不出头绪了。你不要再往下说了，我先打算取压寨夫人的事儿吧。王英这话逗得好汉们哄堂大笑，这叫迂回曲折，声东击西，让官府摸不到行径，就算他们探出点行踪，也抓不到我等。宋江话里透着几分得意。公明哥哥这路共分6战，南辕北辙的筹谋，端的是一条妙计。不过李俊扫扫后脑勺，鸡西倒是有了，这声东的人还没定下来。公明哥哥的这6战路，第5、第6战都在南，是我等劫江州后返回梁山的旧路。官府必调重兵层层设卡巡查，风声最紧，吴用猛然醒悟，李俊兄弟所言极当，还需再安排一个招风惹眼的人物。宋江早已心领神会，在交椅上正襟危坐，沉下脸色，作势喝道：“把那不晓事的黑厮再给我叫来！”不一会儿，李逵搔眉打眼溜进来，这番又唤我上来，莫非是让我再陪诸位哥哥吃几角酒？休要乱说！梁山四晋州县百姓都已认得你这黑厮的名号，若听得黑旋风3字，端的是医得小儿夜啼惊哭。我本不想使你这厮下山，就让你在寨里坐定，免得生事。今日到齐了，有个转运式的机理，用得上你这没长进的小孩性。宋江起身对着戴宗一招手：“戴宗兄弟，你与这黑厮最是相熟，晓得他四处招惹事端的脾气。这遭瘟的差事，也只好委屈你陪他走一趟了。待到其他兄弟走到第5、第6站时，你领着黑厮一起下山，经头西北，至黄宁岗猛恶林子。白天张扬旗帜，夜晚插举火把，就在林中叫嚣。梁山黑旋风李逵在此，几州几县的官军得知消息，必定分兵到黄泥岗剿捕。南路围卡的官军便西送了，那2站的兄弟定能把盐安然运至李家道口。吴用补充：你2人不用和官军接战，只需把守险峻处，扫起尘烟，云拢雾锁。公家人做公事都是做事应付上差，犯不着拼上自己性命。官军又不知你有多少人马，不敢贸然进林，只能在林外大道明处呼喊助威，相互壮胆。晁盖哥哥领我等亲人曾在那边林子里劫了申正刚，旁计取径极多，你2人寻条小径便能走脱了。见事情交代的差不多，晁盖起身端起酒碗，事不迟疑，今夜即行。诸贵兄弟，今晚一更后，你就先下山，其余各路兄弟依次下山，分头备办。凡事须悉亦遵守，勿得违误。如有故为不遵者，依家法治之，绝不轻恕。笔者杜撰这么一个水浒同人故事，以上是前半段，里面出现一个黑话海清，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涉黑官员。黑社会组织通过行贿等手段与政府官员达成互相利用的关系，或黑社会直接在官僚机构中安插势力，使后者为前者提供保护伞，前者将走私等违法活动的利益输送给后者，二者实现黑白难分、行抗一气的效果。用一部香港电影形容，那就是黑道已经升级为无间道。
官员有权有势，尤其是一些基层官员，在他的管辖地域内堪称一手遮天，由他提供的庇护能给黑帮活动提供极大便利。对黑帮来说，无间道是最省时使用、省力、性价比最高的捷径。换一个视角，如果其地区的黑社会活动特别嚣张，基本能凭此判断该地区的官僚系统已被轻视的千疮百孔，里边全都是蛀虫的。这条无间道肯定不能白用。既然它的价值这么大，使用它的价格也就很高，主要体现在官员的身份头衔。就像这个故事中，梁山好汉只是这些人互相吹捧的称号，360行里面没有当好汉这个职业，主流社会是不承认这个身份的。在官府和百姓眼中，他们就是草寇、强人、山大王、在逃犯，都是没有正经合法身份的化外暴民。他们从事的又是诸如贩私盐等非法职业，全程见不得光，是名副其实的黑道、黑帮、黑社会。官员和他们相反，不仅是有身份的人，而且是身份非常显赫的大人物。当官员给好汉打起保护伞，就相当于前者给后者遮光，后者就能放心大胆的在赏享博日下活动。在这种官本位思想极盛行、时常出现权比法大的时代，大家对权力既敬畏又崇拜，只要大权在握，官员提供的保护伞不仅能给黑帮遮光，还能挡风遮雨、通风报信。因此，官员能把他的权势身份对黑帮卖出一个好价钱。黑帮则要把他赚取的一半甚至更多的利益输送给为他提供庇护的官员。这段故事里还提到了开辟地下走私渠道的一些特征，比如声东击西、多路多站、故意绕弯子等方式都是现实中存在的。既然是运送非法物资的地下走私渠道，它首先要强调的不是廉价和时效，而是安全隐蔽。这些做法都是给官府缉拿、剿捕、破案制造障碍和麻烦。这么做肯定导致运输成本上升，不过没关系，走私物品的价格优势太明显了。梁山的私盐折腾这么一大圈，弄到浑城县卖6块钱，还是比官盐便宜一大截儿。只要保持价格优势，就不愁没销路。对海清最常见的解释称清指的是清白之身，各种说法特别多，差别还特别大。在不同的江湖黑帮和会党组织里有各种称呼，黑青、挂子、老伴儿、大佬都是一个意思。在中国不同的地域、不同派别衍生出的江湖黑化体系中，时常会出现凑巧同名或者名称接近但内涵完全不同的现象。比如北方曲艺行当里也有海清，又叫海清腿儿，指的是没师承身份的业余演员爱好者，和贩私黑帮中的海清不是一个意思。风月场所有个条子，指妓女去社交场合应酬饭局。青帮也有个条子，是指拐骗妇女。儒家文化对妇女有个3从4德的要求，青帮也有同名黑化，是从君、从父、从师，崇道德、存公德、积行德、知恩德。凡事都不完美，海清也有一些明显的缺点。一个官员，他的职权只能管辖有限的地域。县太爷在本县俨然是土皇帝，到别处说话就没分量了。权力这东西握在官员手里，黑帮花大钱只能获得使用权，得不到所有权。而官场会发生人事变动，一旦官员现任遭弹劾被罢免，他的权力就失效了。官员手里的权也不是他自己的，而是由上级任命的。中央政府为避免滋息地方势力，对基层官员频频调动，人一走茶就凉，保护伞就消失了，换了新官还得从头再来。东西真是好东西，可惜不在我手里，我想用它花钱不说，还要看别人脸色，真是不快活。这就成了黑帮头目的一块心病，他不能把所有筹码都压在海清上，还要开辟其他渠径。咱们重回梁山水泊，接着往下讲故事。自从梁山与浑城知县黑白勾结生意做的风生水起，连带周围10里8乡吃的都是梁山私盐，
官盐在当地根本卖不出去，但浑城毕竟是小地方，吃用有限，由此带来的收益还是填不上开支的窟窿。梁山的财政状况依然入不敷出。某一天，宋江、晁盖、吴用等正在聚义厅里闲坐，正为事犯愁呢。突然，王英跌跌撞撞跑进来：“三位头领哥哥，出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出2件大事，一件好事，一件坏事。哥哥们，先听哪一个？你自从娶了媳妇儿啊，说话越发啰嗦，那就先说坏事了。哎呦喂，大事不好了！我本操办第4站，从柴大官人庄上取了4条担子。”挑至清风站，这几个月来一向安然无事，不曾想这次行在半路途中，突然跳出一伙好汉，我拼死救护也敌他不过，10条担子悉数被那伙强人抢走了。哪来的破贼，胆敢坏我梁山的生意？他们还说了，我这几个月来见了他家的草皮，趟了他家的路，却不识时务，没给买路钱。这次是教我识得这个规矩，以后便在那条路上看住了，见我一回打我一遍，少说打我半死。公明哥哥，这条路以后怕是没法走了。那好事呢？我已探得到些许风声，那伙强人就在2龙山上落草，为首的也是3位头领，一个8尺开外留须髯的胖大和尚，露着背景花袖，提一条禅杖，一个生得7尺5、6身材，面皮上老大一大青迹，还有一个耍2把剑刀的头陀，脸上刺2处金印。这第一个叫鲁智深，这第二个叫杨志，第三个王英咽了一口唾沫，眼珠子咕噜乱转，面皮换作一副古怪神色。这第3个嘛，叫做武松。公明哥哥，我听说你认识他。宋江吃了一惊。捶胸顿足，咦，真是我那打虎的52兄弟！宋江赶紧让二人，取来纸墨笔砚，写下一封绿林帖，落款梁山宋江。信封处再呼一枚替天行道花标，让孔明、孔亮带在身上，即可下山，火速兼程赶往2龙山拜山门。3、4天后，二人返回梁山，又从怀里面取出那封绿林帖。只见宋江落款一旁又多了几个7扭8歪的字：“2龙山头领敬上，哥哥速来，小弟恭候多时。”次日清晨，晁盖、宋江特意带上林冲，早早动身启程，亲自到2龙山拜山门。武松等人早在路上迎接，远远看见宋江那头便拜。鲁智深更是嗟叹能和林冲重逢。武松又引荐杨志与宋江相见，两路强人就在2龙山上会盟，杀羊宰牛，大排宴，每日饮酒叙旧，不在话下。从武松口中，宋江了解到他最后1年多的经历：景阳冈打虎，阳谷县杀奸夫淫妇，为亲兄报仇，发配孟州，十字坡黑店结识张青、孙二娘，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武松还告诉宋江一件要事：之前发配孟州东门有一处快活岭，是各地客商买卖聚集的热闹地方。孟州牢城营管营的儿子施恩在当地开赌坊对坊酒肉店，自己曾受施恩托请为他出面，打跑当地以蒋门神为首的另一股黑恶势力，对施恩有大恩。他的酒店需吃用盐，快活岭人烟稠化，市井兴盛，赛过10个昆城，还能通过他父亲在当地的权势，把私盐贩到整个孟州雅境。武松对宋江不吐不快，旁边的鲁智深更是肚子里藏不住话的豪爽脾气，加上兴致高昂，也对宋江讲述自己的经历：3拳打死镇关西，大闹五台山桃花村，痛打周通，火烧瓦罐寺，大相国寺看菜园子，野猪林救护林冲和杨志一起在2龙山落草。鲁智深最后对宋江也说：“洒家是个粗人，做事谋划不精细，我在绿林当中这些人脉，能不能也贩运私营？宋头领就自顾拿捏分寸吧。”宋江早已忍不住心中那股得意，天无绝人之路，咱梁山的私盐这下能做大买卖了。宋江、晁盖等人又在2龙山上多住了数日，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就把新的私盐运销渠道与鲁智深、武松等人一块商定下来了。就以武松介绍的这条道为一路，一共置办3站：孟州十字坡张青、孙二娘的黑店，快活岭施恩的酒店，最终终点是孟州牢城营。以牢城营为据点，把私盐零散发卖到孟州各地。宋江又写下2封，分别寄给张青、孙二娘与施恩的绿林帖，
一来表达拜望之意，二来是草拟给他们的答谢方式。在给诗人的这封信中，宋江还以谦恭的言辞特别说明，希望诗人能代为向其父即孟城牢城营的营管大人管营大人表达相同敬意。只不过我拒服速速草莽，你在昂昂宫门，为小心起见，不使你牵连干系不便，直接给您致信。信写好之后，宋江自己落款，又让武松也落款，交给身边的心腹喽啰，嘱咐他们速去速回，务必要当面得到对方的回应。这些人收到信，很快做出回应，最后商议是3站路，各持2成赶缴路费。梁山依然采取伪装偷运方式向孟州输送私盐，每次运100条担子，在路过十字坡、黑店和快活岭酒店时各留下20担，运到孟州牢城营时，诗人父亲再留下20担，这60担盐各为答谢，10为买路费，还剩下40担由诗人父亲提供保护伞，诗人操作，在孟州当地黑市零散发卖。诗人父子既可以把卖得的钱原路返回梁山，也可以用当地等值的紧俏货物或其他违禁品充作钱款运返梁山。至于鲁智深介绍的这条道，宋江掂量再三，最后只勉强定下桃花山李中周通和少华山石径2个地方，他也没有写绿林帖，这让鲁智深挺失望。最后宋江又恢复王英，从今天开始，你从柴进庄园里取得那10条担子，不必再运到清风寨，走到二龙山，直接交给在此接应的喽啰。一来作为给二龙山草莽的买路钱，二来鲁智深、武松等头领表示答谢。事情交代完，梁山人马与二龙山人马西西作别，返程路上，林冲又忍不住对宋江发问：为何只看中武松这条路，却轻慢了鲁智深这条路？是不是会让人觉得厚此薄彼？宋江对林冲说：武松和李智深在我这里都是一碗水端平的兄弟，绝没有厚此薄彼的念头，只是因为做江湖生意不能凭兄弟义气用事，还要晓得江湖凶险。武松介绍的这条道是江湖兄弟，鲁智深介绍的这条道是海湖兄弟。林冲就听懵了，都是兄弟，为什么还要分江湖海湖？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了，区别还不小呢。宋江用一种低沉的语气对林冲说：林教头，自从被高俅无辜陷害投奔梁山以来，你杀过几个人了？一个陆虞侯，一个富安，一个牢城营的差把晁盖头领上山时又杀了王伦。林冲忽然换了口吻：我本不愿害人性命，只恨那3个昧心的贼人屡次欲加害于我，忍无可忍，不得不杀。那王伦也是嫉贤妒能的村野穷儒，杀得好啊，杀得好啊！除了几个祸害，痛快。林教头憋在肚里的苦衷悲惘，宋江都能体谅，不过朝廷也能体谅你的冤屈吗？赵家的道君皇帝老儿能免了你的死罪吗？林冲叹了一口气，默不作声。林冲兄弟不用沮丧，我告诉你吧，我那52兄弟仅是在鸳鸯楼一处就杀了张都监一家主仆，并将门神15口，你身背4条人命算得了什么？还不够他的零头。做人肉馒头的孙二娘，这婆娘手里结果的人命，怕是只多不少。他们都是欲赦不赦的亡命之徒，身上的污点是永远洗不掉了，余生只能在江湖混迹，活一天算一天。他们和咱们岂止是同经，更是拴在一条线上的同命蚂蚱，不仅有劲儿一起使，还得往一个地方使。这些人平时做事最是狡诈，连睡觉都要支着耳朵，不敢把眼睛闭上。他们和官军斗法的功力也不比我们差，就算是一旦被官军抓住，自知必死无疑，又能熬得住刑打，咬紧口风。至于快活岭的施恩，虽说明处里没杀人，却是当地的恶霸，他唆使武松打跑蒋门神，自己也不是什么好鸟，黑是黑罢了。武松只是中了他的激将计。他的父亲做牢城管营，不单是个有权有势的海清，还是牢头狱霸，手里的人命更多。可见这一路3战的人物，要么拳头硬，要么身板硬，要么关系硬。孟州还是一个繁华地方，能把私盐生意做大，因此这条路价值实在太高，咱们必须和这3战的人物搞好关系，和他们拉帮结伙，立约结盟。宋江与林冲仔细分析道：鲁智深这一路可就差远了。打虎将李忠是个甩棍棒卖膏药的浪荡艺人，
小霸王周通，别看在桃花山落草，却连李忠都打不过。少华山的史进一伙也不成器，东京大相国寺偷菜的那些泼皮更不足挂齿。这些都是小母贼、小混混，本事不大，手腕不强，一旦有风吹草动，也只顾自保。关键还是鲁智深这一路也没有贩运的终点。如果不是为了顾及他的面子，我都不想答应他这档事儿。以后咱们和桃花山、少华山做生意，不要主动给他们送私盐，先和对方打招呼，对方表示需要私盐，定下数量，我们再运送过去，而且现货现结。这番高论让林冲顿开茅塞，依照宋江的筹划，建立起从梁山向孟州贩运私盐的地下渠道，大赚特赚。晚清时，曹君载所著《金湖浪墨》里提到过清代扬州的盐商，他就是淮安人，对淮阳盐场以官盐的产销情况了解很细致。其中提到过这么一句话：以每饮370斛计之，厂价斛纸10文，加科银3厘有期，不过7文，而转运至汉口以上，需加50-60不等，愈远愈贵。从盐的产地向那些不产盐的地方输送，愈远愈贵。这其实反映的是很普通的商品供需规律。在明清的盐引制度下，盐商乐于组织艰苦的长途贩运，就是追逐这4个字所代表的利益。官商如此，私盐也一样。贩运的距离越远，不单能给官府侦破制造障碍，而且里面的利益就越丰厚。不过，既然路途长了，里面的风险也会随之增长。私盐贩子必须想办法打造更稳妥、更隐蔽的黑道。中国社会有一句流传甚广的俗语：“车船垫脚牙，无罪也该杀。”这10个字要从一白一黑2个世界的角度去审视。从正常世界看，前5个字是物流、交通与商贸行业当中一些常见的服务机构和从业者。老百姓指着他们说，这些人经常利用职业之便做一些伤天害理的违法行为，轻则坑蒙拐带以次充好，重则图财害命杀人越货。就像水浒里面有个船伙张衡，平时就是一个艄公，看上去其貌不扬的人，载着客人划船摆渡，先不动声色地打量客人的衣着打扮和随身行李，如果是一般穷人就渡他过去，如果判定客人身上有些银两和值钱细软，划至河中心，他一看四下无人，亮出藏在舱板的凶器，脸上泛起杀气，吃馄饨还是吃板刀面？从黑社会的视角来看，一位其貌不扬的艄公，一处水旱码头的脚行，一家毫不起眼的荒村野店，其实是黑道上重要的地下交通站。中国传统黑帮用一个很形象的黑话描述这些事，就叫做贯竹通结。一根竹竿把竹节都打通，交通线穿过去，藏在里面，从外面看不出来。在上面这个水浒故事当中，梁山和孟州牢城营是竹竿的2头，宋江和牢城管营是私盐的提供商和接纳客户，十字坡黑店和快活岭酒店就是竹节上的节点，即地下交通站。孙二娘和施恩是交通站负责人，他们串通一体，以击鼓传花的接力形式建立一条完整的地下物流渠道。当他们形成规模化的产销一条龙之后，以宋江为首的梁山私盐贩子黑帮就不再是简单的团伙协同作战，而是跨地域团伙协同作战。在产销规模还不大、比较容易隐藏的早期阶段，宋江团伙尽量不招惹官府，采取地下渠道走私的方式。随着走私量越来越大，生意铺得越来越广，很难隐藏，已经让官府察觉到行踪线索，这伙人干脆就不再遮遮掩掩。当私盐贩子发展到携带武器、明目张胆的武装押运，以暴力手段与围剿官军公然对抗的时候，就成为了盐枭。这种事不只存在于笔者杜撰的水浒故事，而是在中国历史中反复出现的现实。隋朝末年削据瓦岗站的混世魔王程咬金，唐朝末年待到秋来9月8我花开后百花杀的黄巢，元朝末年割据东南江浙的张士诚和方国珍，清末太平天国起义时手属两端的大头妖李昭寿等等。在我们的主流历史书上，习惯把这一些人一股脑的归为农民起义领袖，
但略微考究他们的身家来历，就会发现这些人没有一个是正经种地出身的本分农民，全都是私盐贩子。农民眼见不广，气量有限，单纯的农民造反大多数是发泄性造反，短期爆发力强，长期持久力弱，经常是开仓放粮吃大户，初清喉这口恶气，人倒是痛快，下一步该怎么办就没了主意。起义的组织更混乱，很快就被官军镇压下去。但是当私盐贩子和盐枭渗入农民造反的队伍，形势立即就变了。这帮人通过平时地下走私活动的锻炼，早就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个顶个是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大师，声东击西，神出鬼没，冲州打县，避实击虚，能让官军吃尽苦头。凭借着骁勇狡诈的头脑和强悍的组织领导才能，他们不仅能使农民起义的威力骤然剧增，自身也能在起义的队伍中迅速脱颖而出，成为统帅。把这些情况都陈述过，也就能明白为什么笔者之前说青蒙考原里所载青帮所谓革命事迹一概经不住推敲了。青帮就是做走私、绑架、贩毒等非法活动的会党团伙，平时一贯和官府作对。当辛亥革命和反袁护国发生，南方各省纷纷响应时，清政府和北洋政府面临更大麻烦，已经分不出精力再去剿捕青帮。青帮分子觉得时机来了，现在我再继续干违法活动，没人能管我了，趁机大肆作乱。然而在书里，他却把自己借革命爆发导致社会动荡、煽风点火、趁机闹事的举动美化成参加革命运动。孙二娘和诗人，包括二龙山的武松和鲁智深，都有一个特征，他们不参与私盐的生产，只参与私盐的流通，以开酒店、茶坊等合法营生作为伪装，暗中为私盐和其他走私品的贩运提供接应、掩护、屯储、周转、辐射、情报沟通等全面物流服务。此外，诸如绑架、勒索劫财、杀人、人口贩卖等等不法活动，只要有机会他们也做。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对他们有不同的称呼。宋元明时称同伙、船伙、水草棍土匪等等。到清朝，他们又多了一个新名词儿，青皮儿，就是船伙，就是元末明初的青皮。水浒李张衡这个人的绰号叫船伙，很可能是作者施耐庵特地如此安排。他们经营的地下交通站常见称呼就是码头，那些向他们求助想通过他们家码头运送走私品的好汉，他们称对方行帮行徒。他们接受的各种走私品通称行货。如果某行徒想使用某青皮组织的码头贩运行货，就叫做靠码头或者过关。码头根据不同使用特征还可以再具体区分，主要贩运私盐的叫盐码头或者盐关，贩粮食的叫米关，贩运鸦片的叫土码头或者烟关。取烟和就是燕青的那个烟，取烟与烟发音的相同某帮行徒和某处码头的青皮，即便是素未谋生的生人也不碍事，前者可以用一句常用俗语客客气气的先给后者打个招呼，几位朋友能否行个方便，让我们靠个码头。行个方便当然可以不过码头不能白用，收费。买路钱黑吃黑，这也是两个常见词，我们都通常认为里面带有浓重的贬义色彩。在黑帮的营生当中这两个词非常普遍。青皮向行徒收取路钱，有他的黑道哲学解释理论。咱们都是在江湖上吃饭的人，要在草莽中藏身，也就容身。现在你为了避开官府，从我们家的地方走路，见了我家草皮，草长不好，我就没法藏身了。所以我向你讨一些养草皮的钱，作为青皮的黑帮吃作为行徒的黑帮。这种黑吃黑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也就是各路好汉都应该理解并落实执行的基本礼数。依照身份从属关系，青皮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叫做在帮的或者门里的，另一类叫空草或者门外的。已经加入某个帮会的青皮该帮成员称呼他在家的或者在帮的。反之，某伙青皮还不是咱们帮成员，那就是空草。某伙青皮居住某处码头，向往来行徒收买路费，这叫占码头。各路帮会
各路帮会不遗余力地发展势力和强调帮规，其中一个促成因素就是对不同的青皮收路费这件事情的全面考量。别看是黑社会，但他们与正常社会一样，对黑道常有各路青皮出没、车肥路霸乱收费的现象也是深恶痛绝。别光看我手里的走私货便宜，但是黑道路上占码头的青皮太多，雁过拔毛，层层扒皮，我也受不了。各帮各家的老大都希望这个买路钱能少交则少交，即便不能少交，最好也能规范化。解决方法呢，也就分2种路数：一武一文，罚酒敬酒。一武就是硬抢啊，刑徒与青皮之间，青皮与青皮之间，为通过码头窥探对方的码头，或者对双方没谈拢买卖钱时，经常发生火并气斗，这种事叫做打黑刀、劈竹竿。二龙山的鲁智深武松截住王英胖揍一顿，夺了4盐担子，这就是这种情况。一文则是之后宋江的做法，看对方势力不容小觑，对方占住的码头也很重要，相互过去也算有些交情，审夺再三，和气生财吧。宋江摆出了不打不相识的嘴脸，开出优待条件，把武松等人吸收到本帮会内。如果本帮是拜把子结义的组织的，以后就兄弟相称；如果是传承辈分组织的，那就以师徒为论。从此以后，二龙山就成了梁山的一处分舵堂口，后者承诺保证前者的利益，以后便是本帮人马。从这处码头走路，依然还会交买路费，费用的多寡，咱们提前都商定好，别乱收费。前者则在这段黑道为后者提供各种建议照料，使后者获得一段安稳行程。但有一件事，宋江必须摆出不容商量的口吻，对宋江说明：既然你入了本帮，既有利益也有责任，如果你不守规矩、不守家法，可别怪我心狠手辣。既然是做生意，就应了人为财死4个字，一旦涉及利益问题，很难避免侵吞赖账、以次充好、欺诈行骗等恩怨纠纷。在正常社会里遇到这些事，买卖就做不成了。股东合伙人之间彻底撕破脸，那就对簿公堂打官司，依靠法律解决。但黑帮本身就是非法组织，黑帮的各种活动也是非法行为，还都不能曝光立案。黑帮内部一旦出现利益纠纷，唯一的处理方法就是依法解决。这个法不是王法或者国法，而是家法和帮规。所以说，为什么江湖好汉之间特别热衷诸如结义、拜师、启蒙式等仪式，就是因为这些话外报名既不受法律约束，也不受法律保护，他们只能依靠这些形式在相互之间对行为形成约束力，建立必要的契约机制和惩罚机制，发挥出基本的沟通与信任作用。作为黑帮家法也有2个特色，首先是繁复的惩处条款，而且手段残忍，割耳朵、挑脚筋等使人致残都是轻的，更多是各种死法，沉水、活埋、开膛挖心、亲属连坐等等，全是各种血腥的私刑。黑帮成员普遍认为，家法的惩处手段必须残酷，才能产生足够的震慑力，否则无效。其次是强调与官府和其他帮派的对抗，突出忠义思想。中国的传统黑帮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敬关公。无论青帮、洪门、袍哥，都把关二爷尊崇到崇高地位。他们把所谓江湖义气牵强附会到关公的忠义精神上。假设武松在贩运私盐的路上不慎被官军抓住了，接下来梁山上的宋江和囚在大牢里的武松都要做出符合义气的言行。宋江这边必须组织营救，广撒绿林帖，召集各路好汉赴盟会商，然后举事，使出各种软硬手段，逼迫官府就范，货不要了，人必须还给我。武松这边必须扛得住刑讯拷问，宁可被官府打残腿，费了一身功夫，也不能让官府从自己嘴里撬出一个字儿。如果宋江不组织营救，或武松熬不住刑打招供了，都会被认为不遵义气的恶劣行为，遭到江湖好汉的唾弃和本帮家法惩罚。当经过宋江的奔走营救，终于把武松从官府大牢里解救出来，武松的身份被得到一次升华。他岂止是景阳冈打虎的武二郎，更是官府大牢里走过一遭的瘸二爷。这条瘸腿象征着他的资历地位，瘸二爷更是江湖让人人钦佩的好汉，响当当的传奇人物。一些黑帮对不属于本帮的空草青皮则视为海湖兄弟，对海湖的解释有不靠谱、势力不强、不能轻易说大话、只可同甘不能共苦等等内涵。又因为海湖兄弟不是本帮兄弟，
成员，不能以本邦家法约束，所以各邦会对其态度只是采取口头协定或者临时契约，不能充分信任，持明确的防范心态。某邦会行徒在外，遇到空草青皮也有很多讲究，如不问行人，不问行路，只问行货，这种双方都要遵守的默契。假设我就是一个行徒，你是某个青皮组织，我贩运私盐时想使用你占用的码头，咱们不在同一邦，你还是答应了，接下来咱们之间就会有语言交流。你通常先问我尊姓大名，我就回答我叫邱元。天底下姓邱的可太稀罕了，今天咋就碰上了这么一个呢？你一听就知道这是化名。既然我就这么说，你就不能往下问，这是不问行人。你也不能主动打探我的行踪，莫问前程从哪里来，莫问后程到哪里去，合称不问行程。我既然靠了你的码头，买路费我肯定要给你，我给你准备了100斤私盐，用一只大竹筐就能装下。但江湖上类似买卖东西、送礼等行为，大家的习俗是喜双不喜单，最好弄成双数，给人感觉似乎是成倍奉上，显得慷慨热情。所以我把盐分装成2只筐，组成一副担子，每只筐都装不满，我在上面添盖厚厚的土，既占了地方又能充作分量，然后请您点宴，给您交代一句客气话，朋友给您留下一副吃的，有干有稀。这个称呼和黑话都有讲究，我只有先确定你和我在同一帮会的，而且是同字辈的，我才能用兄弟和您套近乎。我和你不是一个帮，我只能称呼你为朋友。江湖兄弟真兄弟，海湖兄弟做朋友。干的是指实货，即一板即银私盐；稀的指上面冲样子的土。你的手下有秤手、把手，就是验货师，负责给行货估价，看够不够买路费。如果你觉得没东西，如果你觉得没问题，东西收好，再招呼手下的水手，把我的货装上您家几条小船，利用你的湖藻芦苇荡中开辟了一条隐秘水道，绕过官军设卡把守的大路，把我载到这藤路的终点。我对您施礼作别，山高路远，后会有期。你也会向我还礼，风生水起，大展宏图。青皮并不等于青帮，前者的范畴更大。在清朝中前期，因为清朝是高压集权专制体制，不允许出现任何对其统治秩序构成威胁的江湖会党组织，因此青皮长期低调隐蔽行事。不过清朝社会有个特殊民间组织粮船帮，它的存在在清朝发生的变异给青皮造成直接影响，还最终促使两者合流。好，这就到291页了。那今天也读了将近1个小时啊，这个也到下班时刻了，我这还得做饭。好，那我是大妈，欢迎大家订阅大妈的多重宇宙，祝大家生生不息，繁荣昌盛啊！明天继续。